说实话，哪个男人不想像吕布那样脚踩赤兔马，手持方天画戟，成为三国第一猛男呢？说不准还能勾搭一下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，这人生岂不乐哉？不过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吕布虽然三国最强，他的武器方天画戟自然备受关注。无论是游戏还是影视剧，随处可见方天画戟这把武器。那么吕布的方天画戟原型真的如此吗？其实我们都被电视剧给骗了，吕布的方天画戟实际上应该是补自己的改进型。那么补自己到底是一款什么武器呢？补自己这款武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缝合怪，它结合了矛和戈的优点，具备了钩啄和突刺双重战斗模式。自战国末期开始，就是军队的制式武器。不过在战国时期，戟还是以青铜制成。到了两汉时期，那时候国家富裕啊，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什么青铜材质，这不是看不起我泱泱大汉？铁的，必须给我整铁的。就这样，铁戟成为了汉朝重兵种的主要武器。随着军队不断发展，不知道哪位小可爱突发奇想，将戟重新设计，研发出了一种横直向上的翘起的戟。由于看起来特别像补字，于是就被命名为补字戟。戟在汉朝的使用非常广泛，骑兵有马戟、步卒有步戟，二者不同的是，马戟的普遍为长戟，步戟则有长有短。根据刘胜墓中出土的两把长戟来看，一把达到了 2.26 米，另一把为 1.93 米。短戟则长度不定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补自己的长短非常影响它的作战方式。长戟通常双手使用，而短戟则需要盾牌的掩护。比较有趣的是，补自戟在西汉至三国时期由于过于热门，许多花里胡哨的设计通通出来了。根据马王堆出土的两张帛画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墓主的护卫部队数量和装备情况。其中除了我们常见的补自戟以外，还有一种手戟。这种手戟非常小巧，拿在手里可以随意把玩。不过别看它的样子新颖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枪杆的补自戟。许多人猜测这是士兵拿来近距离作战的武器，不过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一种独门暗器，拿来暗算人的。果然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吕布就被董卓扔过这种手戟，要不是身手敏捷，怕是当场就横尸于此了。董卓也少了一大情敌，或许三国历史还会改写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这种非常有趣的手戟只能算是补自己的一种偏支。毕竟补自己的使用率实在是太高了，各种千奇百怪的使用方式都不足为奇。不过这款武器的使用体量如此之大，自然不是在小兵才会使用的武器。汉朝至三国时期的许多将领对补自戟十分偏爱，其中汉军著名将领灌夫就非常善用补自戟。三国时期的吕布更是对补自戟格外的偏爱，他手中的方天画戟就是补自己的改进型。为什么说是改进型呢？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特别提到过辕门射戟这段故事，辕直刃，胡其节也，即今戟旁取之。这段话很简单的概括了方天画戟是改进补自己的一种。这种戟可刺可挑，可击可弃，是当时杀伤力较强的实战兵器。另外，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，许多名将也选择戟作为主要作战武器，比如说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。军中为之语曰：帐下壮士有典韦，提一双戟80斤。当年曹操炮张绣婶婶，惨遭张绣报复，典韦手持双戟拼命厮杀，这才保住了曹操。东吴手下的甘宁，曹操麾下的张辽，就连孙权使用的都是补自戟。可以说三国时期补自己的热度堪比买了热搜一样离谱。你可以不知道青龙偃月刀，但是不能不知道补自己。不过这种现象也仅仅存在一时，到了南北朝时期，补自己突然就萎了，再也支棱不起来了，甚至压根就找不到任何痕迹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补自己在西晋时期还是有点热度的，毕竟当时沾着三国末期的光。不过到了五胡16国时期，我们基本在资料中看不到任何关于标准型补自己的信息，越来越多改良型补自己出现。有些改良作品将补自己的戟支进一步上翘，完全改变了以往横支的设计。
甚至出现了将脊支的前端变直与脊刺平行，形成一长一短2个脊刺的插式脊。这种改良型确实加大了脊的突刺能力，但是完全舍弃了勾气功能。不过即使都改得这么过分了，但是依旧挽救不了补自己的颓势。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补自己的破甲能力实在是太尴尬了。按照以往的作战方式来看，无论是战国还是秦国时期，补自己即使直刺无法突破护甲，但还有钩镯可以划伤敌人。就算着击的杀伤力再小，按照当时古代医疗条件和兵器条件，给人弄个破伤风，说实话并不难。稍微伤口划得大一点，致死率也是嘎嘎高。这就让补自己在战场上的灵活性非常高，并且效果非常直接。但是到了五胡16国时期，各国在甲胄防卫性能上一个比一个做得过分。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让骑兵披上重甲，战马装备护具，在重装之下，补自己的劣势暴露无遗。他的直刺能力太差，即使是已经改良过的补自己，都很难破甲而入，伤及人身。补自己的地位自然就非常的尴尬，在战场上能发挥的能力实在是过于有限，最终被枪矛所替代。并且补自己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这玩意儿造价实在是太贵了。汉朝时期就不说了，毕竟文景之治给国库都撑爆了，有钱了自然可以任性一点。但是到了三国、南北朝以及五胡16国这段时间里，几乎都是在战乱年代，地主家里都没余粮了。相比于补自己来说，矛枪这种武器耗费的钢材要少得多，并且突刺能力极强，大部分盔甲就算再厚重也挡不住士兵的全力一刺。并且补自己的学习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你没点熟练度根本玩不转。看看人家吕布，那可是豪杰啊，才能让他发挥出最大威力。普通士兵不好好训练几年，实在是玩不转这把武器。然而枪矛的学习成本非常低，武器简单好用，稍微训练一下士兵就能拿捏。所以在省钱省事儿的理念之下，补自己不再适合作为士兵的制式武器，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们觉得补自己的消失是因为什么呢？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